刘学义、李弘毅、敖瑞鹏等主演的武侠剧《少年歌行》中，可以说强者辈出。江湖中，比如雪月城三大城主，比如无双城、木梁城，都是强者辈出。特别是雪月城的三大城主和木梁城的骆青阳，已经属于江湖中最为强大的一批人了。然而，江湖中有四大名城，有很多人好奇第四城是哪一座？其实正是天启城。相比起其他的三座城，天启城才是最强的一座，而且其中的高手都是忠于北离的。昔日的天启四守护自然不用多说，虽然大多不在了，可姬若风还在啊。而且明德帝的身边还有齐天辰这个国师，锦轩这位大监，这三位都是半步神游境的存在，实力极为强大。五大监制度其实才是北离针对江湖的最重要的势力。五大监其实存在已久，而且每一代的五大监都执掌一份龙峰卷轴，直到下一任储君的人选。另一份龙峰卷轴存在青天监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每一代五大监在先帝死后都得去皇陵待着。前一任的五大监在太安帝死后就不愿待在皇陵。前一任五大监之首的卓清找到了太安帝传位琅琊王萧若风的诏书，想要和琅琊王合作，结果琅琊王为了天下稳定，自愿受死。当初萧瑟的武功之所以被废，就是因为替琅琊王求情，卓清恼羞成怒，报复萧瑟，废了他的尹脉。不过明德帝知道此事，也将卓清给秘密处死了。卓清可以说是自作自受，然而他有这个心思，同样的这一代的五大监也有这样的心思，不愿孤独终老于皇陵。这一代的五大监分别是锦轩、锦仙、锦威、锦言、锦玉。在前面的剧情中，他们都各自登场了。五大监除了长剑仙锦威这个人论境界没有达到逍遥天境，只达到自在地境，其余四位武功均已到达逍遥天境。这五位公公掌握大权，掣肘江湖势力，同时也是参与皇位之争的重要人物。他们分别有自己支持的皇子，所以最后的结局肯定也是各自不同。这五大监的结局如何呢？是否如上一代五大监一样惨死或者老死于皇陵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锦轩失踪。首先就是五大监之首的锦轩，他是明德帝自校的伴读太监，实力强大，已经踏入半步神游多年，实力不逊色于当年的卓清。而他偏向赤王萧雨，在赤王萧雨后面发起动乱的时候站在他那一边，不过他藏得很深。萧雨的阴谋失败之后，这位又恢复了自己是明德帝派到萧雨身边监视的角色。明德帝还将一份龙峰卷轴给他，命令他不得打开。锦轩在明德帝死后皇位空悬，萧瑟外出和男爵大战之际就开始筹备，但可惜后来萧瑟的那一份龙峰卷轴打开，明德帝的遗诏是传位给白王萧崇。锦轩后面当着萧崇的面打开明德帝留给他的卷轴，结果萧崇却让无心、无双、怒剑仙、如剑仙等联手把他生擒。不过生擒之后不久，锦轩就失踪了，可能是逃到皇陵，也可能和卓清一样消失了。锦仙杀了锦威，锦威可以说是五大监中最为奇葩的一个，实力是自在地境，却能以地境杀逍遥，堪称是自在地境最强的存在。他支持的是萧若风的儿子萧凌晨夺位，可惜这位野心勃勃，想要扶持萧若风之子登位，而且还敢刺杀明德帝。锦轩也就是风雪剑沈敬周出手杀了他。锦玉被锦轩击杀。白王萧崇有很多师傅，背后自然站着五大监中的锦玉。白王目前看来没有太大希望继承皇位，毕竟他双目失明，一个盲人不可能继承皇位。不过白王的双眼最后却被萧瑟治好了，他为了还自己徒弟的恩情，帮助萧瑟对付锦轩，结果被锦轩以虚怀功给震碎经脉惨死。锦言出家，锦言和锦威一样是支持萧若风的儿子萧凌晨做皇帝的。毕竟当初太安帝就是传位给琅琊王，是琅琊王自己不愿，而锦言却趁着明德帝病危垂死，其实是被萧雨下毒，联络大臣扶持琅琊王之子上位。明德帝自然没有那么简单，最终他们阴谋败露，明德帝却许诺不杀他。加上锦仙出言求情，最终他出家为僧，再不理人事，也算是有一个好结局了。五大监中只有风雪剑沈敬周，也就是锦仙的结局不错，选对了人根，其他四人两个惨死，一个出家，一个失踪，就是不知道到了白王萧崇这一代会不会再选五大监了。关于这一点，只能等待原著作者的《少年歌行2》了。